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奇怪的問題？山上的泉水是淡的，小溪裡的水是淡的，長江、黃河、亞馬遜河，幾乎全世界的河流流的都是淡水，可它們最終都會匯入大海。那為什麼一進入海洋，水就變鹹了？難道大海裡真的藏着一個巨大的鹽罐子？更奇怪的是，如果你從太空俯瞰地球，會發現陸地上的河流就像無數條藍色的血管，源源不斷地把水輸送進海洋。幾十億年來，這種循環從未停止。如果河水本身是淡的，那海裡的鹽究竟從哪裡來？如果河水一直把鹽送進海洋，為什麼河流自己卻始終保持着淡水？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科学家發现海洋已經存在了大約40多億年。按照我們的直覺，它應該早就鹹得像一鍋濃鹽湯，甚至連生命都無法生存。可現實卻完全相反，直到今天，全球海水的平均鹽度依然穩定在約35%，幾乎沒有發生劇烈變化。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？想知道海水為什麼會變鹹，我們得先糾正一個很多人從小就有的誤解：河水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鹽。不信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河水真的一點鹽都沒有，那海洋裡的鹽又是從哪裡來的？答案藏在我們每天都能見到卻很少注意的一場自然現象裡——風化。當雨水從天空落下，它並不是純淨無瑕的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會溶解进雨水，形成一種非常微弱的碳酸。雖然酸性很弱，但經過幾十萬年、幾百萬年，甚至幾億年的冲刷，再堅硬的岩石也會一點一點被啃掉。組成岩石的礦物質開始溶解，釋放出鈉、鈣、鎂、鉀、氯等各種離子。這些離子隨着雨水匯入溪流，再流進江河，所以每一條河流都像一輛正在運輸礦物質的貨車。只是它運送的貨物實在太少了，大多數河水中溶解鹽類的含量通常只有每升幾十到幾百毫克，不到海水的1%。這樣的濃度，我們的舌頭幾乎嘗不出來。所以一直認為河水是淡的，但如果把全世界所有河流加在一起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科学家估算，全球河流每年都會把數十億噸溶解的礦物質和鹽類輸送進海洋。這聽起來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數字，但對於已經存在了40多億年的海洋來說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每天都在發生，而且一天也沒有停過。看到這裡，一個新的疑問又出現了。如果河流幾十億年來一直在往海裡送鹽，那海洋裡的鹽為什麼不會隨着海水蒸發一起回到天空？答案恰恰相反，水會離開，鹽卻不會。也正是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過程，大海才一點一點擁有了今天的味道。而真正不可思議的地方還在後面，因為如果鹽一直留下，海洋早就應該變成一片無法孕育生命的超級鹽湖。那麼，消失的那些鹽又去了哪裡？要理解這一點，不妨做一個簡单的實驗。在鍋裡倒入一盆鹽水，然後放到火上慢慢加熱。隨着溫度升高，水開始沸騰，變成一縷縷白色的水蒸氣飛向空中。可當鍋裡的水越來越少，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：跑掉的只有水，鹽卻一粒都沒有飛走。最後，鍋底甚至會留下一層白花花的鹽晶。地球每天都在重複着同樣的過程。太陽就像一台巨大的天然蒸餾器，不斷把海水加熱。每年大約有50多萬立方千米的海水從海洋表面蒸發，變成水蒸气進入大气。但蒸發的幾乎只有水分子，那些溶解在海水中的鈉离子、氯离子等鹽類根本無法隨着蒸發一起進入天空，只能繼續留在海洋裡。這也是為什麼雨水幾乎總是淡的，因為雲裡的水本質上就是海水經過一次天然蒸餾後的纯淨版。隨後，雨水重新落回陸地，繼續冲刷岩石，溶解新的礦物質，再通過河流把它們送回海洋。於是，一個持續了幾十億年的循環開始了。河流負責把鹽送進海洋，太陽負責把水送回天空。一个負責運鹽，一個負責運水。正是在他們默契的配合下，海洋中的鹽分不斷積累，最終形成了今天平均約35%的鹽度。看到這裡，聰明的你會得出一個看似合理的結論：既然鹽不斷進入海洋，卻幾乎不會隨着蒸發離開，那麼經過40多億年的積累，大海不是應該越來越鹹嗎？事實上，
科學家也曾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，而最終得到的答案比海水為什麼是鹹的本身更加精彩。因為海洋並不是一個只會儲存鹽的大倉庫，它一直都在悄悄地把鹽送出去。那麼，海洋究竟是怎麼把鹽送出去的？答案可能會顛覆很多人的想象。因為在我們的印象裡，大海似乎只是所有河流的終點，但對於地球來說，它其實只是一個巨大的中轉站。首先是海底沉積，海水中的鈣、鎂、碳酸根等離子並不會永遠漂浮在海裡，它們會不斷結合，形成新的礦物，慢慢沉積到海底。與此同時，無數海洋生物也在參與這場循環。珊瑚、貝類、有孔蟲等生物會從海水中吸收鈣離子，制造自己的外殼和骨骼。當它們死亡後，這些殼體沉入海底，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，最終變成一層層厚厚的石灰岩。也就是說，今天你看到的一座石灰岩山脈，幾億年前很可能就是一片海底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更加神秘的地方——海底热液喷口。在幾千米深的洋底，海水會沿着岩石裂縫滲入地下，被熾熱的岩漿加熱到數百度，再重新噴湧出來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一部分鹽類和礦物質會與海底岩石發生化學反應，被牢牢鎖進新的岩石中，就像有人悄悄把海裡的鹽存進了地壳保險櫃。更壯觀的事情還發生在板塊邊界。當地球板塊不斷運動，一部分海底沉積物會隨着海洋板塊一起俯衝進入地幔。那些曾經溶解在海水裡的礦物質也隨之被帶入地球內部，開啟另一段漫長的旅程。所以，海洋從來都不是一個只進不出的鹽倉庫，它一邊接收河流送來的鹽，一邊通過生物活動、海底沉積、熱液循環以及板塊運動，把一部分鹽重新封存到岩石和地球內部。正因為进入和離開長期保持着一種動態平衡，海水的平均鹽度才能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維持在約35%左右，而不是無限增加。不過，這裡還有最後一個疑問：如果全球海洋都遵循同樣的規律，為什麼有些地方的海水特別鹹，有些地方卻幾乎接近淡水？答案就藏在不同海域完全不同的收支平衡裡。事實上，并不是所有海洋都一樣鹹。例如，位於中東地區的死海，鹽度超過300%，幾乎是普通海水的10倍。人在裡面幾乎不會下沉，因此才有了躺着看書的經典畫面。為什麼它會這麼鹹？原因其實很簡單，死海幾乎沒有出海口，周圍氣候又極其炎熱乾燥。河流雖然不斷把礦物質帶進來，但水卻在烈日下不斷蒸發，只留下越來越多的鹽分。久而久之，它就變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鹽庫。而另一邊，像波羅的海這樣的海域卻完全相反，那裡有大量河流注入，降水豐富，蒸發又相對較弱，再加上海水交換方式不同，因此鹽度遠低於全球海洋平均水平，許多區域甚至接近淡水。也就是說，決定一片海域鹹不鹹的，並不是它叫不叫海，而是它每天的收支賬本：河流帶來多少鹽，降雨帶來多少淡水，太陽蒸發了多少水，又有多少海水與外海不斷交換，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每一片海域獨特的鹽度。看到這裡，你也許會發現，海水的鹹味其實並不是一種偶然，它是地球運行了40多億年後留下的一份歷史記錄。今天海裡的一粒鹽，或許曾經屬於一座早已消失的高山。後來，它隨着雨水進入河流，流進海洋，又沉入海底，變成岩石，最終隨着地殼運動重新隆起，再一次成為新的山脈。而你今天喝下的一滴水，也可能曾經漂浮在恐龍時代的天空，流淌過遠古的河流，甚至被某種早已滅絕的生物飲用過。在地球上，真正旅行的從來不是山川，也不是海洋，而是物質本身。水在循環，鹽在循環，岩石在循環，生命也在循環。所以，海水真正的味道不只是鹹，它嘗起來是40多億年地球演化的味道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